大家安安。杀戮尖塔2已经上线10天了，上个礼拜我也是超级沉迷，第一天甚至连续玩了12个小时。那我也在上周呢，成功用静默猎手通关了杀戮尖塔2的最高难度进阶10。我一方面呢想记录自己达到进阶10的过程，另一方面呢也想试试看新的影片创作类型，所以呢才诞生了今天这部影片。如果你有任何意见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好的，那开始我们今天的影片吧。要理解猎手呢，就要先理解它的基础机体。猎手一直以来呢都是人气非常高的角色，它的优点呢在于高操作，非常容易打出配合还有搭配，缺点就是生命少，续航低。那你能注意到呢，在基础机体上呢，静默猎手的起始生命几乎是最低的，只比亡灵契约高一点点。但亡灵的被动呢，提供了很好的续航能力，所以呢，单从数值上来说呢，猎手就是生存以及续航最弱的角色。但呢，这并不代表猎手的实战生存能力很弱。它的初始牌组有着可以弃牌的最强初始防御牌，1费8点格挡的生存者，还有一个0费上虚弱的综合，可以降低敌人的输出。那综合这些资讯，我们能明白，猎手是一个进攻性强，但是可以靠操作弥补生存能力的角色。猎手的牌组，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3个方向：1. 抽牌弃牌；2. 下毒；3. 小刀；4. 其他。其他就是各种强力单卡，也不要问为什么3个方向会有4个类别。首先是抽牌流，核心牌通常是塑形者、腐蚀波，利用不断抽牌打出 AOE 伤害或群体中毒，适当的搭配一些中毒弃牌效果，只要牌组的抽率足够，就能轻松运转。缺点是关键牌出现前缺乏伤害，如果运转不起来，强度极低。再来是跟抽牌很接近的弃牌流，核心是各种抽1丢1、抽2丢2、抽4丢1，抽牌的同时丢弃拥有奇巧词条的牌，让你抽牌与弃牌都能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。看起来是2个不同的方向，但之所以会把这2个流派放在一起说，是因为猎手的大多数抽牌都自带弃牌的效果，这2个方向很容易混在一起组。另外，无论是塑形者还是腐蚀波，他们都是打出 AOE 伤害以及群体中毒，因此单体伤害反而是抽牌流最欠缺的东西，所以可以适当的搭配，例如谋杀以及铭记死亡，提高单体伤害的上限。在进到毒的流派前呢，先看看这个片段。这是我在进阶4的时候呢，带了大概2到3张塑形者，以及5、6张的计算下注，还有大量的抽牌、绿牌还有弃牌的效果，它让我的牌组呢可以无限运转，就这样用6点6点的伤害折磨最终 BOSS。再来是下毒流，中毒作为异常状态的一种，好处是伤害不会被格挡，但我认为实际强度是有点低的。纯粹的毒牌本身就偏少，而且数值较低，出伤也比较慢，因此大多数情况我并不会特意去抓中毒牌，只会拿来当做其他流派的辅助搭配。绝对的核心是触媒，当拿到触媒这个能力的时候，前面提到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。触媒的多段触发可以解决中毒出伤慢的问题，即便是最终 BOSS 也只需要叠个几十层毒就解决了。我个人认为触媒甚至可以带到2到3张，所以结论就是有触媒就能玩，没有触媒就当做其他流派的辅助手段就行了。再来是小刀流派，如果你有看过我杀戮尖塔2的实况的话，可能会发现小刀几乎是我最喜欢玩的一个流派。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优点，就是小刀的单卡数值是远高于其他流派的，而且伤害非常多段，
搭配遗物多的同时呢，几乎不会溢出伤害。在高难度，尤其是前半段资源匮乏的时期，都是非常实用的过渡卡。小刀的优点是下限高，那缺点也很明显。例如小刀的技能牌刀刃之舞是一张消耗牌，在对战单体大怪的时候呢，伤害的续航会明显不足，从中期开始会逐渐乏力，因此需要找到一些能与小刀搭配，真正能提升小刀上限的牌，例如终结技、墨之刃、刀刃陷阱，这些能把小刀的伤害上限往上拉一个台阶。这些能提升小刀牌组上限的牌，大多数比较稀有，所以想要变成真正完全体的小刀牌组，往往会更花资源。所以呢，小刀合理的使用方式应该是前期用来过渡，中期打赢 BOSS 的时候，看看稀有牌有没有掉小刀的后续牌组，例如墨之刃、刀刃陷阱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可能就要早点想办法转到其他牌组去。那小刀流基本的接技顺序就是先打墨之刃，然后利用小刀不断叠加墨之刃给予的力量，最后打出刀刃陷阱或是终结技。如果同时有刀刃陷阱或是终结技的话，就要先打刀刃陷阱，再打终结技。这样最后你的终结技可以享受20-30点力量加成，并且打出超级多段的伤害，就可以一个技能直接把 BOSS 秒杀。那我也有列出基本的接技顺序，有兴趣的呢，等等可以暂停观看。最后就是一些剩下的没有提到的强力单卡。那这些卡大多数对于整体流派都没有太大的要求，例如幽魂形态、综合、追踪，不管什么流派几乎都能玩。那只要你费用抽率足够，往往都能选来加强整体牌组的强度，或是补充你牌组的一些短板。但如果这种类型的卡片太多，可能会让整体牌组没有搭配，导致牌组的强度或是上限不够，最后打不赢精英怪或是 BOSS。那这些就要靠玩家自行取舍了。那最后的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实际上呢，实战里我们几乎就不会绑死玩某种流派。譬如我们开局来个小刀跟适合小刀的遗物，有人可能就会觉得这场就只拿小刀的牌，不拿别的牌了。接着几次卡片奖励都没有你要的牌，最终遇到精英怪或是 BOSS 这种需要大量伤害检定的关卡的时候呢，就直接倒在了这里。那其实呢，实战中更多的情况呢是来什么就玩什么，打到通关的最终牌组呢，几乎都是几种流派的混杂。如果你有仔细看我前面的游玩影片的话，就会发现，其实呢是几乎不会有纯粹的某种流派的牌。而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尽可能的整合所有的资源卡片还有遗物，让各个流派可以均衡搭配，让整个牌组可以运转起来，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。那有一些很明显的可以拿来缝合两种不同流派的牌，例如隐秘匕首，就是同时具有小刀以及弃牌功能的牌，它可以让你把弃牌流还有小刀流这两个流派组合起来。还有像是荼毒，它可以把你的小刀的多段伤害转换成中毒，那你也就因此可以把小刀还有中毒的流派组合起来等等。那实际最终的构筑就是看每个玩家自己的取舍。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呢，小额金的牌组往往是最容易运转起来的，也最容易走到最后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我对于寂寞猎手的一点心得吧。我也只是一个玩的稍微久了一点的玩家，所以算不上是很强。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哪里讲的不对不好，或者说你有一些更有趣的想法想要分享给我，或者是对我的影片有什么意见的话呢，都欢迎留言给我哦。那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，可以到我的实况台看看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